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越来越夸张了，我俩越来越夸张啊！对，太浮夸了，太浮夸了。好，那今天又来到了大叔中文的播客哦，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大家对盲盒问题越来越喜欢了，所以我们今天持续来制作盲盒问题。那么我们就今天不要从善良的变数开始，我们从邪恶的灿叔开始。好，那灿叔来问个问题吧。猝不及防，怎么这么快就到我了？好，对，我今天想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中文学习的频道嘛，很多学习中文的朋友们可能想了解一个事情，就是像茶叔和笨叔是非常专业的中文老师。我其实还是刚刚起步，你们两个也很专业，也很专业，也很专业，要谦虚一下的啊，做人要谦虚啊。就是你们的整个教学生涯里，肯定遇到过很多的学生啊，就是有没有最极端的例子给我例举一下啊？给我说一下，我想听故事啊，很极端的例子。很疯狂的例子，让你觉得特别的震惊啊！这个不是分享过吗？有人那个像我好像卖学生卖了很多吧？我们之前还专门做过一期，还被学生性侵，对吧？我们为什么会问同样的话题呢？对忘了问最近的好了啦。啊，最近的，我们说最近的好了，最近，因为之前好像聊过，最近的好了。好的，因为可能有太多很奇怪的学生，最近特别的，那就说明你们肯定成天会遇到很奇怪的学生嘛，对不对？对。常了。我其实昨天遇到一位新的学生啊，真的，昨天这么近，对，太最近了吧？而且跟他上课之前，就是一般有人在 italki 跟我订课嘛，就是然后我会问一下这个学生，我说，你好，你现在什么水平啊？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所以我可以定制你的课程。然后这个学生，我就想让他自我介绍一下嘛，然后我想介绍一下我自己。那这个学生说：“你不用介绍你自己 ，I know perfectly who you are。”然后我关注你很久了。对，我当时就想，应该是大叔的一个粉丝吧，毕竟咱们也是中文圈小有名气。男生还是女生？我们也是小名人，是一个男生啊，男生所以我当时我就想，也正常，因为很多人应该是看我们的视频来找我了嘛，应该是一个普通的大叔的粉丝但是跟他上课以后，我就发现他真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就是最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跟他上完课我觉得他让我觉得我自己很 special 很特别而且就是让我觉得我们做这个频道真的超级有意义的。你怎么这么会讲故事？一开始悬念迭出。对啊，好多想知道的。对。还有这个学生上来就是首先他跟我说我特别荣幸见到你，然后我现在特别激动然后我当时也比较平静，我就想应该是一个普通的粉丝补粉对。然后他后来用他的故事就是充分证明了他是我们的头号粉丝头号粉丝对，因为他跟我说首先他告诉我他学中文是因为他交了一个很漂亮的中国女朋友OK。然后他学中文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他想要偷偷的背着他女朋友学中文。那你现在把这个底细给掀开来了没关系不说出他的名字。对他跟我说的是就是他1年以后然后突然跟他女朋友用流利的中文交流就是他想记录下来那个女朋友那个吃惊的那个反馈好烂哇！但是他那个学了几个月之后，有一次他喝醉了，就不小心说中文说出来了所以导致他女朋友已经知道他偷偷的学中文等一下变叔哪一国的男人这么浪漫是一个加拿大的帅哥帅哥你们也都知道他了，他叫 Spencer
然后他就是每次在我们每一个视频下面留言的，留言比较勤快，对对对对，非常勤快啊，我知道。然后他一说他是 Spencer 之后，我马上就想到了他的那个头像啊，好像一个打太极，我一直以为是一个老年人的粉丝，因为他名字好像取了有一个中文名字叫什么大龙，是他吗？大龙，对啊，但是那个是他的那个 nickname， 所以他打算他第二个目标就是未来有一天来大叔让我们采访他因为他跟其他的学生不太一样，就是他的背景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一般看我们的节目的都是这个中高级的学生，对，就已经有一定的中文基础了。对，他是从零基础来听我们的播客，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这个语言怎么回事儿，然后他也不是那种喜欢去看语法视频或者是教材的学生。然后他说他8个月来，他最主要的学习中文的工具就是听大叔中文。他就从零开始听吗？他从零开始听大叔中文，他就是觉得这个语言是怎么回事的，然后他就过来听。就像灿叔说的，他是一个非常学习比较极端的一个学生。他说每天至少听4个小时的大叔的播客，然后从4个小时到8个小时，很多天，一周有很多天都是就是连续听大叔中文，听8个小时。太闲了，一天都这么多时间。没有，是他的爱好。可是他的确在我们几乎每一个视频下面都有对，所以我确定他是的确每一个视频都有把它看完的。是的，对，他说除了播客之外，我们发的其他的大大小小的视频，各种主题的视频，他每一个不落的都看了，而且每一个都看了，就是至少10多遍啊。那个他很喜欢北方口音，所以那个我的那个北方同学来的时候，就北京口音那一期，他说对，他说他看了不下40多遍，一豪那一集，一豪那一集，对啊，给我们贡献了40多个播放量啊。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从来没有遇到这样背景的学生，是啊。然后他上课的时候，他说你也不需要纠正我语法，不需要纠正我希望你能够很放松的跟我上课。就是跟我聊天，然后我就觉得真的与众不同的学生。他自己同时还在学日语，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然后我觉得非常挑战，都是他完全不熟悉的语言。他同时，我觉得学日语很难，学中文很难。他把2个叠加在一起学习，就是真的他。让我挺佩服的一个学生。我好奇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中文字幕的，他一开始是0的话，他连中文都不认识，他是怎么理解我们说的话？对啊，英文字幕。他就是大量的输入，但是我想问他这个方法的时候，他说他正在研究，他想把这个方法就是最后自己总结出来，然后形成一个。理论，自己的理论，一个理论，然后他现在也在提高自己的中文，他等待着那一天上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东西学习方法。我觉得挺真的。那Ben叔，你跟他上过一堂课，你觉得他的发音怎么样？到目前为止的水平，发音如何？他的发音很好，很好，因为他的发音很好，就会让我觉得。他的水平要高于他那个，就是他给我一个错觉，我会觉得他的水平很高，但其实他是中级水平啊。OK，又是那个准确度，用词的准确度还不够，但是因为他输入很多，而且都是跟我们3个听我们的播客，所以他说话的感觉是那种自然的、流畅的，然后发音也是标准的，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挺吃惊的地方。看来大叔中文真是学习中文的好材料呢，同学们，大家赶快订阅，赶快订阅。不过这个很让人惊讶，就是当然我们之前跟可能老师他们讨论过 CI 的好处，就是沉浸式的学习。但是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个不算 CI 啊，我们这个就是因为。他就开始听那么多，他都听不懂，100%听不懂。对，就是然后就慢慢的就，因为 CI 是你的水平+1那样子但是这个 Spencer 一开始就是几乎是零基础的状态，所以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些方法是他
独有的，他自己发明的方法，怎么跳过这个阶段，或者是光看英文字幕就可以理解我们吗？还是就是不管那么多，就是单纯的未来他打算应该是学习至少1年以后吧，过来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采访他。他现在还觉得没准备好，他想准备好以后过来，我们到时候问问他。不过像笨叔刚才说的一点，就是他发音很自然。很流畅，这点确实让我觉得，就是真的听力对于你的发音影响真的非常非常大。你听的足够多，其实你是能发出比较标准的音的，就不会感觉很多有很浓重的口音那种感觉。对，而且我觉得一样的材料，其实不同的学生使用会有不同的成效。你像我有时候上直播课的时候，有的学生就会说，老师我这个不懂，那个不懂，那个不懂。但是有一些学生呢，他会怎么做？他会在下面留言的地方把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打出来。他每天这样练习，每天这样练习，这种学生进步的非常快。像我有个学生就是一样 HSK 才刚刚学习，但是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他重复听我的直播课好几次，然后每一次都把我说的话每一句不漏的都打出来，然后他很快大概学习了3个月就通过 HSK 1，然后再学了2-3个月又通过了 HSK 2，然后又没有多久他是越来越快，然后再过了2个月通过了3级，他现在说老师我要准备4级，他说他一年内就可以有这么快的进步。然后我就想到说，其实跟很多人使用这些材料的方法有关。有的人真的就是很努力，一天听很多遍，然后都把每一个字打出来，训练自己的听力，然后还有语感，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帮助。对，所以我觉得对，然后还有就是 Spencer 说他未来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他希望我们3个能给他起一个中文名字。大龙现在不算是他的中文名字，他希望我们3个能在节目中帮他起一个，他就一直用下去。四小龙，四小龙要去少林寺出家仙。我们肯定可以的啦，帮他想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啊，很特别的名字。然后我很期待采访他，而且他说他现在他的女朋友的父母还不知道他会说中文，所以他未来还打算就是在一个特别的场合，对，他会可能吃一顿饭跟他女朋友父母，然后把那个过程录下来，看他父母突然听到，这个一点中文都不学的小伙怎么突然说的这么流利，他想达到那个效果啊，我挺期待的。各位同学，大叔小店上线喽！我们有大叔独家的中文学习书，我们还有好多可爱的大叔马克杯哦，记得要点击链接哦。好，那茶叔呢？我来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因为茶叔年纪比较大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知道年纪比较大，不知道为什么年纪大的中文老师没关系，我被插习惯了。中文老师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中文老师有个很奇怪的特质，就是我特别吸引年纪大的学生。对，我的学生有非常多年纪大的。然后对，直播的时候我有看到好多都是那种60几岁、70几岁的也有，中年的50几岁的也很多。我觉得我可能年纪大的不应该喜欢小鲜肉吗？可能我的年纪吧，我的年纪可能比较像小鲜肉吧，我不晓得。对他们来说啦，对他们来说，对。然后有一个学生是1年前一直在我 HSK 1级的直播课下面常常留言问问题，然后他后来呢就支持我的 Patreon，他首先是支持20块的，每个月给我20块的这个赞助支持。那后来我就开始传讯息给他说谢谢你的支持什么的，那他也会传讯息跟我讲，老师我刚学中文，你的课给我的帮助很大。然后就是有时候他就会传一些信息给我，然后问我学中文的一些想法。那有一次他传信息来说他自我介绍，他说我60岁了，我觉得学中文很有意思，但是老师我要怎么让我的口语进步呢？然后我就说我那时候没有很重视这个学生，因为这样的学生非常多，我就很随便的回他说那你就用 Hello Talk 吧。
然后找一些语伴，这个很敷衍。对，我就是很敷衍，用 Hello Talk 吧，找语伴，每天练习1-2个小时，口语就会进步哟。别找我。然后他就对，然后不要找我。对，我比较不喜欢接私教课啦，因为太多，我觉得可能会影响我的生活作息。然后可是他有赞助我20块嘛，每个月，所以我还是会礼貌性的回复他，还是要认真的回答一下。对。那他也听我的话去 Hello Talk 呢找语伴，然后他后来过了大概隔了1个月，他又写个信息跟我讲说，老师谢谢你的建议。我说我随便建议的，为什么要谢谢我？他就说他找到了非常多的中国人，他们想要学中文，然后他们可以交换语言，他说多到他聊不完。他说他在那对很受欢迎。他说他没想到他年纪一大把了，还有这么多人想要跟他一起来做语言交换。那很多中国人想学英语，对不对？对，而且有很多也是跟他年纪差不多60几岁的，所以他很开心，他找到了语伴，而且他每天都可以练习2小时的中文。他中文那时候进步非常多。他那时候打信息给我都是用中文，我很惊讶。因为他本来也是差不多零基础了，所以他进步很快。然后我也没有理他，因为就是很多这样的学生嘛。后来过一阵子，他又过了大概1个月，他传个信息跟我说，老师我有问题。然后他就写说他在 Hello Talk 上找到了一位中国男性，60岁左右。然后他说他们在聊天中他用了亲昵这个词。他查了词典，他知道他的意思，但是他想要问就是中国男性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他到底是不是喜欢我？因为这个学生他没有先生了嘛，所以他有机会的话，他有点孤单，有机会他也不排斥可以谈恋爱。对。然后他就说你觉得中国男性是因为善良客气，还是他真的对我有意思？所以他用了亲昵这个词。然后在语言交换的过程，他也觉得好像他们之间有一点来电了，有一点感觉。然后我后来对这个学生有印象是，他每一次传给我的信息，虽然他是用很简单的，你这个同学是女生？女生，对，他用的一些很短的句子都会给我一些很有感触的感觉。我不晓得为什么，我随便念几个句子。他跟我讲说，他不想那扇门因为他的年龄而关闭了。然后我听哇，一个中文水平那么基础的人可以写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对，我觉得我真的会觉得我很有感觉。那个话就是他希望这扇门不会因为他的年纪而关闭，所以他对这个人世间觉得那个感情如果还能够有，他愿意去接受他那个感觉。对。然后他说他很不希望他认为误以为这个男生的善良是浪漫。他会想说哇，你可以写出这么有哲理的话。对，我觉得我很惊讶，因为他好像有一点那种也很害怕误会了对方的情感，对方可能只是想要交朋友啊。他的善良被我误认为是个浪漫。我就觉得哇，真的也蛮。后来我给他建议就是说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你是加拿大人，外国人比较直接，你可以直接问他，因为你把心悬在半空中不确定这个感情，还不如直接问他好了。对呀，你也不会说我到底在谈恋爱还是在做语言交换而已，每天七上八下的。他也接受了我的建议。他那天就直接问了那个中国男人说我们之间到底是什么？问的这么地道吗？没有了。那很可惜的是，那个中国男人回答他说你误会了，我们之间就是好朋友而已。然后他们那时候也第一次用视频聊天。结果一打开视频，那个中国男人说哇，你还真漂亮。然后但是他已经先说我们之间只是朋友，所以我那个学生他也就觉得那就这样吧。他我不要让他的善良被我以为是浪漫。那也就是说失败了，这次的
与这个谈恋爱失败了，然后失败之后他可能有一点失落也好，大概也1个多月没有再传信息给我了，然后后来还有后续呢，他把很多这故事可能要讲1小时好后来他把赞助我20块突然变成40块吓我一跳，以为20块收回去了，对，再也不理你了。然后你知道的，你让我失恋了，给你捐款。在这个情况下，我一定要传信息给他说谢谢嘛，对不对？对。然后我传信息给他，他回给我的跟那40块一点关系都没有。一样，他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不是对查叔叔，不是，他后来给我他给我的信息用中文打的，我觉得，我念给你们听，他说可悲的是，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每个人都这么孤单，他就传的这句话给我，然后我觉得哇，这个。这么多愁善感啊，很诗意啊。对，就是很诗意，就是世界上这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孤单。对。然后他后面写的就是有时候用英文写，就是说他体会到非常孤单的感觉。因为他说他现在的房子很大，但是这个房子只剩他一个人了。他房子外面都是很美很美的大自然，很空旷，很多树，很多花，有时候还有野鹿会来吃他家的草什么的。他说你描述完下面那个好多观众肯定排队去想去他家住了。不是，他就说他每天都看到大自然的美，如此的辽阔，辽阔是我说的，他是说如此的大。他的房子太大了，但是他只用了1/3的房子。他的心还是空荡荡的。然后我就觉得哇，你真的是你是初学者，因为你的文字我看得出来，但是你的多愁善感让我触动了我觉得就是我可以体会到你孤单的感觉，孤独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你就那么一个人，然后 Hello Talk 上那段小恋情也没有了，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这个他说他最后一句话是用英文写，他说孤单快杀死了他然后我就可以想见一个60岁的加拿大女性一个人生活，那种很孤寂的感觉，真的。所以我后来给他建议，我说你去旅游吧，你去外面看一看吧，不要再待在这个空旷的大房子里了，或许外面的人事物会改变你的孤独感。对，他说老师我会听你的话的，他真的是一个很听我的话的学生，对你有绝对的信任感，我是真的。他看到我的信息之后，他马上处理好所有的手续，半个月他就开始去了哪里？他先去南非。为什么我知道他居然没去先看你？他到现在还没有来看我，但是我知道他去南非是因为他后来寄了好几张图给我，他上面写三头狮子在聊天，我说什么？我后来点开来看，就是原来他去南非，然后看到很多野生动物，他就看到3头狮子在那边就是在一块就对了，对，他就说3头狮子在聊天。后来我就看到很多他去南非旅游很棒的照片，然后他也跟当地人互动，然后他说他后来写信息跟我讲，老师谢谢你，我的心开放了，放开了，舒坦多了。然后他后来持续的去南非旅游，那后来他回加拿大，又过了没有多久，又去中国旅游。来中国了。对，中国旅游，然后他去中国几乎1个月吧，哇，那个就是他寄给我照片，什么都有，就是去哪里玩去哪里玩，非常的丰富。然后特别他喜欢跟当地人交流，然后都不去台北，感觉越来越近。没有，其实我都是看他的照片，他后来都传很多照片给我，哇，那个感觉就是你会发现看到他。我不晓得，我觉得他那个表情还是透露的一丝很孤单的感觉。虽然他忧郁，所以他跟当地人是很开心。然后比如说他去个面摊跟那个老板合影，或者是去哪里看着景色，拍着自己跟景色，我还是觉得他脸上是一丝很孤单的感觉。因为回去还是要面对那个空旷的大房子啊。或许吧，毕竟旅游代表着他只是一个过客。对不对？如果我觉得查叔你讲完这个故事，今天说不定听了刚才你讲的故事，就很多观众会想联系这位同学。
我觉得对，有可能我不晓得了，我不清楚，但是他做直播相亲吧，就是但是呢，但是他去完中国回加拿大之后，其实我也不清楚他什么时候回加拿大。突然他把赞助我的钱从40块变成了100块啊。那礼貌性我一定要这个茶叔的故事就是我的赞助怎么变多的？对，我很惊讶，因为100块一个月100块不是小数目所以我给他的信息是你可以吗？我的意思是你一个月要给我100块美金，你生活上 OK 吗？他说他这个年纪已经想要做开心的事情了。他说老师我告诉你，他回国之后发现身体不舒服，然后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得了癌症然后我就很惊讶，我说你的人生变化也太多了吧。然后对啊，那因为我母亲那时候也是癌症，对，但是我那时候的经验是最好癌症这种东西不要在一间医院检查，你要多去别家医院检查来确定是不是癌症。所以我把我的经验也告诉他说，我的母亲是这样的，我的母亲是去了第2、第3家医院确定了癌症，我们才相信的。我说因为他告诉我说他得了癌症非常非常的慌张不知所措，而且他觉得他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对，然后他又是个特别孤独的人，所以我觉得这对他的心理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心理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影响。会，我这个真的是双重压力。对，然后我就说我建议你再去另外一家医院再检查一遍。他说好，老师我会听你的话。他真的很听我的话，他隔了1个礼拜就去另外一家医院检查之后，然后再过了大概半个月，他告诉我检查的第2家医院的检查结果，他说不是癌症，是一些可能老年病之类的虽然也需要一些追踪跟治疗，但是不是癌症，不是癌就好。他说故事这么多反转，对，然后我就跟他说还好你有听我的话，去另外一家医院检查，因为如果我觉得得癌症的人最大的就是会给自己很大的心理负担跟压力，对，然后拖累了那个病情因此更严重。我说如果不是癌症，至少你觉得不是绝症，你的心理压力也没有那么大。然后所以他就知道了自己不是癌症之后，他的心里就放开很多了。对，然后我就没有那么苦恼了。我最后对我最后一次，但是我总觉得字里行间他的信息里面就是有很浓厚的孤单感、那肯定有伤感。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更大的心病是孤单吧。是，对，然后那种感觉，连我都会被感染到。就是他最后一段信息给我写一句话说，我有些厚厚的笔记本。里面有很多单词，但是我却已经不记得了。我想说，哇，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感觉，就是因为这几个月来他的人生变化也很多，所以他已经不记得这些单词了，因为他的心里一直被这些事情给纠葛着，纠结着，所以他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再翻开他的笔记本，然后再好好的开心的看这些单词了。所以我感觉会特别强烈，是因为我看完他这些经历之后，我会特别有感觉。厚厚的笔记本里面却装满了我不认识的单词，我不熟悉的单词了。所以就是人生有的一个人真的。对，我觉得可能对很多人这是很平常的一句话，但是我读起来我就会觉得有浓浓的伤感，会有跟很多对生活的无奈，然后生活有时候是无情的，然后人有时候不得不屈服在自己的情绪下或人生的现实下。我的年纪都60几岁了，我还能怎么样？我有什么？我可以改变什么？然后我可以怎么做来解除我的孤单？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学生对我来说蛮特别的，就是他字里行间总是给我一种抹不去的孤单感，那种孤单感是会蔓延，是会感染的。对，所以我一直觉得他对我来说是个很特别的学生。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他每个月赞助我100块嘛，就是茶叔应该把设置再加一个
500块的选项，也100随便可以最高级了，可以选，可以自己加那那个没查出都没有100块钱的选项吧？应该好像没有，对啊，他自己选的，他也可以他自己设置多少钱就多少钱。其实说实话，刚才听了查出这个，我也挺有感慨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我是一个家世的人，你们两个好像啊，就是起码查出是说是自己是不婚主义者，我觉得你肯定对这些事情是有些感同身受的状态。你有没有想到自己万一在年龄再大点，比如说就你自己一个人的话，你会不会也有对啊，有这种会吧？因为我没有被那个感伤的情绪，但茶叔不是被打动了吗？我觉得对，我其实他有很多信息是真的打动了我，特别是他生病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我妈妈生病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也想到我妈妈生病的时候，就算有家人陪在身边，我也可以感受到我妈妈那种无助，真的，就是我们说孤单跟孤独的就是孤单跟这个就是英文 alone 跟 lonely 有什么差别？alone 是你一个人，但是你未必 lonely，但是 lonely 是你身边可能有很多人，你还是 lonely。我觉得我妈妈那时候就是这个感觉，家人都陪着她，亲戚朋友都来看她，但是她是 lonely 的，为什么？因为只有她一个人去，必须要努力跟这个病魔真正面对这个事情。说实话是对，其实病人来讲内心非常孤单，不知道怎么办。真的对，所以我觉得我老了之后，我看我这个学生这个个案，我也会觉得说，我那时候等我到60几岁的时候，或许我也特别有这种感觉，就是会很孤单，然后我可能也不知所措，然后可能看到有一个恋情，我会好像看到浮木想去抓他，也不一定，但是最后发现只是朋友，充满期待下发现只是朋友，或者是他因为我的年纪60几岁的老头，我才不要你呢，或许给你一个无情的一击，然后让你更加失落。我觉得我年老肯定很有几率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一定也会很伤感吧。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学生写给我的每一句话，可悲的是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孤单，真的耶，你会觉得很像受到了一记重锤那种感觉，真的耶。不管甚至不一定是年老，或许在听我们节目的每个人，你内心都有自己一处很孤单的地方，然后你自己不敢去触碰它，或者你身边有很多朋友，但是你还是觉得很孤单，不知道为什么，甚至你不晓得原因。对，所以我觉得人是一个很奇妙的动物，就是我们有时候发现最不了解的人竟然是自己，可能活了30年40年，最不了解的人是自己。对，所以就会有这种很沉重的感觉。好感伤。笨笨有没有什么话题让我们开心一下？开心的话题，换话题嘛？对，换话题，赶快跳脱。我是想，太沉重了，很有必要做那个相亲直播。我觉得牵线搭桥是不是？鹊桥会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这期我们聊了已经很长，所以我就问个弱智一点的问题。好，我们就喜欢弱智的，我们都很弱智，没关系，问一点弱智的。我保证你们应该扩展不了很多的。好的，就是你们最喜欢吃的零食是什么？零食啊，就是可能你突然你已经吃完那个一餐了，然后你现在可能在电脑前编辑视频或者看一个节目，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想吃什么零食我先回答吧。其实我就是发现我其实过了30几岁之后就基本不吃零食，但是以前我确实很喜欢一个零食，叫做奥利奥，我很喜欢吃奥利奥就是你吃前扭一扭对，就是那个黑白的嘛。奥利奥有很多味道我看现在国内不是还有什么水果味啊，什么有什么草莓味，我只吃原味的，我只吃原味的，原味那个最好吃。原味的，对，其实吃的就是这种甜东西，吃了之后牙齿不舒服，很多时候会粘在上面。但是我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是在30岁以前，我就特别喜欢吃那个，好像吃甜的东西，感觉让自己很放松，就是内心突然之间感觉，
因为有时候会很空虚，你吃点甜的就突然之间感觉还好，会觉得挺舒服的。所以，那个你说。这个你还要再怎么扩展？我就是在听啊，灿叔你要怎么扩展来？我在觉得灿叔要长篇大论了，关于这个。奥利奥是这样，你看啊，一掰开，别人2个放在眼睛上，哦，2个眼睛。牛奶，对。好了，茶叔，但是说到奥利奥，突然想到那个美国的，真的会有西班牙的甜的不得了，就是齁甜的那种。但是那个亚洲的话，就是没有那么甜度，他就故意给对甜点好像是这样，在欧美会很甜。对，中国人看到瑶瑶吃零食，你都不会想尝一口或者偷他的零食，偷吃2口。不，瑶瑶吃零食的东西很单一。他现在就是会吃那个番茄酱口味的那个薯条，然后就会吃这个巧克力，对，别的都不怎么吃。他爱吃水果，水果的话我们家人都爱吃，都会分着吃，所以其实还好。茶叔呢？茶叔的零食是什么？我大概35岁以前吃的话，都是这样算多少岁之前？就是35岁以前吃的话，就是我吃完饭的确我会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嘛。嗑瓜子，但是我记得你好像说嗑瓜子，是不是？我不会在吃饭后嗑瓜子，不会。那我通常边看电视边吃饭，但是饭会先吃完，然后看电视你没有吃的东西很无聊，所以我以前会买乖乖，在台湾叫乖乖，就是乖乖，就是一颗一颗，我知道，对，一颗一颗，大陆也吃过，乖乖是那个。是那个膨化食品吧？对，膨化食品，对，就一颗一颗这么大颗的这种。对，你都不吃旺旺吗？你只吃乖乖啊？我也吃旺旺，旺旺仙贝我也吃。对，我吃乖乖跟旺旺。台湾的这个零食名字怎么都这么可爱？到时候把那个图贴出来，旺旺跟乖乖，乖乖，对。然后我就会一边吃旺旺一边吃。就都吃了，乖乖不是戴着那个巫师帽的一个小巫师帽，对，没有错 logo。然后，但是这样吃真的很容易胖了，所以我大概40几岁以后，我现在吃完饭之后，我会吃那个坚果，开心果那种，所以我家会固定买一盒，像我这边这个一盒。开心果和榛子吗？那个腰果就是南瓜籽啦，等等，葡萄干啦，它都把它混在一起，就是比较养生的那样一盒。你要看吗？你们要看吗？就是一盒，不用了，不需要了。然后就是你可能里面有南瓜籽啊，然后还有坚果、开心果那种比较养生的。但是那个吃太多热量也蛮高的，说实话。所以我现在不爱吃这种牛板筋啊，什么大辣片啊，这种就是味道很重的，或者是里边是肉干啊，或者是酱牛肉啊。我老婆爱吃这个东西，她还会吃那个鸭脖子，这么长一根，就是这样。对啊，多下饭呢，这种零食。我小时候，我小时候是爱吃这些啦。就是你说像比如说猪肉干，小时候猪肉干、牛肉片这种东西我喜欢有嚼劲的东西，可以这样撕开来那种，我蛮喜欢的。但现在就对，现在很少了，现在很少吃这种东西了。对，我俩生活的比较健康。便你嘞？对，我一般喜欢吃水果干，就是芒果干啊，那个苹果的那个膨化的那个干。就酸酸甜甜的，我比较喜欢吃那种果脯啊，这种，就是给大家增长一些词汇。你回答自己的问题回答太简单，果然是比较弱智，没什么营养的问题。好，茶叔的问题，不需要，今天时间已经够了，时间够了，时间到了吧？差不多了啦。下一期让茶叔先问，因为我准备了一个其实大的问题，下一期问你们。那下一期换变叔先问大问题。好的。不过我觉得今天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聊一些学生，不是要揭发他们的隐私啊，是说希望这些学生的学习经历也好，人生经历也好。也让大家想一想，你自己有没有这种难以抗拒、无法抹灭掉的那种孤单感？我觉得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一块。可能你外表表现得很开心、很自在，
但是或者可以像 Spencer 那样很充实的，每天学4个小时、8个小时的大叔中文。对啊，好好学大叔中文啊！我一度怀疑 Spencer 是那个 YouTube 的机器人。因为他每个视频下面都说都会评论中文，这个大叔中文太棒了，你们节目太棒了，我就觉得是不是那个机器人为了支持我们频道啊，然后机器人为什么要机器人嘛？机器人凭什么要支持我们？想鼓励这个，觉得这个频道可能很有发展前景啊，就故意放几个水军啊，就这样的。但后来发现是真人，而且真的很认真学习的学生。对，真的，对，所以或者大家也像 Spencer 一样啊，创造出自己的学习方法，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没有时间去想那个对，好悲观的事情。就其实我也想学一些外语，但是我觉得没有找到像大叔中文这种类型的别的外语的节目，真的，我不是打击别的语言的这些，他们很多时候做的没有这么好。真的没有这么有丰富的内容，这么深刻的主题，这么搞笑的方式，可以这样夸自己吗？我们可以这样夸自己吗？可以，完全可以。好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